2026年世界杯，几十亿人的目光都在球场上，但真正决定这场盛宴由谁掌控的，不在球场，而在一间间挂着各国国旗的会议室里。这里是国际足联非法。从1974年到2026年，52年，世界足球的最高权力只在3个人手里传递：若昂·阿维兰热、塞普·布拉特、詹妮·因凡蒂诺。他们把这个掌管几十亿人热爱、上百亿美元生意的位子坐得稳如泰山，而这几十年里关于利益交换、权力斗争的传闻从来没断过。上一期我们聊了非法的钱从哪来，这一期我们聊钱背后的权。要看懂这场权力的游戏，得先看懂它的主席竞选规则：1人1票。如今非法有211个会员协会，比联合国的193个会员国还多。德国、巴西这种拥有100万注册球员、100亿产值的足球大国，和一个人口几万、连球场都没几个的太平洋岛国，在投票项面前手里都只有1票，完全平等。听上去这是最纯粹的民主，可这也意味着一个足球小国手里那1票能左右一个100亿帝国的归属。公共选择理论里有个概念叫理性冷漠。世界杯被谁掌控，对于一个几乎不参赛的岛国来说并不重要，还不如眼前的利益来的实在。于是，一张选票的价值高到天上，价格却低到地上，这张票就成了最好收买的东西。第一个看穿这一点的是巴西的退役游泳运动员若昂·阿维兰热。1974年，他要扳倒还在任的英国人斯坦利·劳斯。劳斯代表的是欧洲的旧秩序，眼里只有传统强国，而阿维兰热跑遍80多个国家，专供那些长期被冷落的亚非和加勒比小国。他给出承诺，把世界杯名额从16个扩到24个，让非足球豪门的国家也可能踢进世界杯，以及未来要给非发达地区拨款修球场发展足球。而比未来的承诺更直接的是钱。据调查记者安德鲁·詹尼斯披露，当时不少小国足协穷得连开会的路费都掏不起，阿维兰热就积极帮他们报销了往返欧洲的机票和高档酒店食宿。到了投票前夜，非洲代表们的酒店房间里开始流转起一个个装着现金的棕色信封。最终，阿维兰热以68比52扳倒了劳斯。他赢的不是足球，他只是比别人更早看懂，最便宜的那批票才是通往王座的捷径。阿维兰热在非法主席的位子上一坐就是24年，伴随着世界杯的商业化，他的个人生活越来越奢靡，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。最后他在各方压力下辞职，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升级版的阿维兰热。1998年，塞普·布拉特竞选主席，他的对手是欧洲足联主席伦纳特·约翰松，打的旗号是财务透明，加强审计监督，背后站着几乎整个欧洲和大半个非洲。选前舆论普遍认为约翰松赢定了，而布拉特做了阿维兰热17年秘书长，他才是深知非法利益体系的人。布拉特出的第一招叫批发，和零散的小国代表一个个去谈，成本太高。布拉特拉拢了一个手握整捆选票的关键人物杰克·华纳。华纳是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主席，光加勒比一片就有大约30个岛国协会。2013年，华纳自己公开放话，当年要不是他锁定了这一大片票，布拉特根本不可能当选。他声称自己从非法那边拿过600万美元的好处。布拉特的第二招叫看人下菜。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差异化定价，同一件东西要卖给不同的人，需要精准戳中每个人最在乎的那个点。布拉特把这套用到了选票上。对欧洲，他知道光砸钱没用，人家要的是面子和正统。于是他花了100万，把刚退役、声望正高的法国超级球星米歇尔·普拉蒂尼拉进了自己的阵营。这一手分化了约翰松的欧洲大本营，连法国足协都公开转投布拉特。对非洲，布拉特给的是机会。当时非洲足联主席是支持约翰松的，布拉特的团队就找到了南非足协的主席承诺，如果您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这将会是南非和您这位主席举办世界杯的机会。他们由此拿到了南非足协14个成员国的选票。对亚洲，布拉特找来卡塔尔富商穆罕默德·本哈曼当竞选经理。据爆料，本哈曼曾经动用私人飞机四处游说。而在选举前夜，又有多名官员事后爆料收到了装有现金的信封。你看，欧洲要面子，他给球星，付的是声誉租金；非洲要机会，他给世界杯，付的是远期期权；小国要好处，他直接给钱，付的是季期流动性。同一张票，他对每个票仓都开出了量身定做的价码。公共选择理论里有个最小获胜联盟，
一个理性的掌权者要的不该是越多越好，而是刚好够赢。因为联盟你每多拉一个人，事成之后就得多分一块蛋糕，联盟越大，维系成本越高。所以最划算的是拽住一个刚好过半又尽可能便宜的联盟，一票都不多养。像德国、英格兰这些传统足球强国，本国就拥有极高的商业变现能力，想换取他们的顺从，往往得让渡高昂的政治资产，根本不划算。可对于一个小国小协会来说，非法给的钱、给的机会，几乎是生存的指望。布拉特精算出来的那个拼凑联盟，把成本压到了最低。最终，这个没人看好的挑战者塞普·布拉特以111比80爆冷登顶。赢得选举只是上半场，真正的难题是如何确保这个靠利益绑定的联盟始终不散伙。于是，布拉特又确立了另一条护城河。1999年，布拉特推出 GO 的发展计划，由非法出钱帮足球落后地区修球场、建中心、提升管理。这里面当然有真发展，但在后来针对非法的腐败调查里，爆出好几个国家的 GO 项目烂尾、资金去向不明、账目缺失。批评者认为，这个项目在援助的同时，也把这些小协会的利益和非法绑在了一起。并且这个计划采用了项目申报制，各国足协得一笔笔向苏黎世总部提交申请，由布拉特掌控的专项委员会审批。有观点认为，资金审批的快慢就是奖惩的隐形开关，顺从的拨款迅速，不顺的则被合规流程长期拖延。久而久之，一个小国足协一旦习惯了靠这笔钱过日子，就被牢牢地锁定了。换一个主席，可能就意味着断奶。这种一旦离开就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处境，经济学叫做锁定效应。于是他们到了投票箱前，只会年复一年把票投给那个发钱的人。布拉特构造的护城河到底有多宽？2007年那届选举给出了答案。按章程，参与进限只需要一个协会提名。那一年200多个会员里，提名布拉特的有66个，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与他竞争。最后，这届选举甚至没有投票，布拉特靠现场鼓掌直接连任。从1998年到2015年，布拉特做了17年。这17年里，世界杯彻底变成了顶级商业 IP。非法的收入从他上台那年约4亿美元，一路飙升到接近50亿。然而，针对布拉特的贪腐、买票、寻租等等指控，他本人始终否认。2015年，布拉特在一场腐败调查风暴里黯然下台。很多人以为他那台权力机器该停了。可非法的制度惯性不会因为换了一个人就终止。接班的英凡蒂诺上来就把布拉特的 GO 计划升级成了一个叫非法 Forward 的新版本，逻辑一模一样，还是给各国发钱，只是数字被彻底放大。布拉特时代，一个协会一个周期拿几十万到上百万，到了非法 Forward 涨到了约800万美元。英凡蒂诺上台至今，非法在这个项目上支出已经超过50亿美元，更多国家的足球事业因此得到发展。可老问题又出现了，高溢价合同、关联交易、足协高管的天价薪水，这类新闻层出不穷，直到2026年世界杯开赛前，都还是国际调查记者们密集开火的靶心。同时，熟悉的扩军剧本又来了。2026年世界杯从32队扩到48队，欧洲只从13个微调到16个，涨了23%；非洲从5个涨到9个，涨了80%；亚洲从4.5个涨到8.5个，差不多翻倍。佛得角、库拉索、约旦这些常年在决赛圈门外徘徊的中小协会，第一次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。多出来的名额几乎都倒向了那些忠诚的票仓。球迷们看到的是足球的普及，可在选举的算术里，这是给那个廉价联盟又发了一轮厚厚的红利。从阿维兰热、布拉特到英凡蒂诺，主席换了人，计划改了名儿，可那套把权力越焊越牢的逻辑一点儿都没变。这就是非法权力的配方，一国一票的规则，最小获胜联盟的精算，以及以发展援助为名的利益交换。权力越做越稳，但监督始终没有跟上。2015年那个清晨，非法多名高层被逮捕。美国司法部公开了一份针对14名高层的47项罪名的联邦起诉书。这个常年给别人出红牌的组织，自己吃了一张最大的红牌。而这张红牌背后，究竟是一个被滥用到什么地步的钱权帝国？下一期我们继续拆解。这里是罪与负，我是民琴，下期见。